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。栉风沐雨，2个月后，荔枝终于挂满枝头。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。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，核小肉厚，天然糖分高。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是它绵长的桂花香气。为此，当地的大厨们用足了心思。可以啊，是啊，好吃，可以摘啊。整整半年，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。到了收获的时刻，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。连续几天，根据订单，罗叔起早贪黑。10点钟起床。10点，东西他也差不多搞到中暑啊。离开枝头，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，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。然而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，全家1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1个月的采摘。雨水丰沛的东莞，年降水量是北京的5倍。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。雨水中，一种植物正在疯长。鹿兜树，当地人叫它林旁。厚实的叶片，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。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。小心去除硬刺。清理过的林旁叶，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，寓意着吉祥美好。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，表现在食物上，各地都会吃粽子，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，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。
生产香蕉的麻冲，人们就地取材。用蕉叶包裹上馅料，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，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。官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，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。在水乡道教，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。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，脱皮的绿豆，口感沙软绵密，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。五花腩肉、裹满五香粉，贡献充沛的油脂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。用鳞旁叶编织成的菜篮、鱼篓等，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。鳞旁粽奇特的外观并不是它的全部，东莞人的祖辈选择鳞旁还有更深层的秘密。天然鳞旁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，7、8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。端午节当天，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，祭奠祖先。在东莞，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，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。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。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封箱。再过些天，山坡上舞动的花海，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，转化成蜂蜜。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。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。有冇送到糖啊？冇啲係冇粉皮的，糖送唔叫蜜。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，从开花、授粉到挂果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天气晴朗，花开繁盛，但罗卫国开始警觉，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。必须扫除适量花朵，避免增强养分，影响挂果质量。罗卫国收成的秘密，来自40多年的经验。
此时正值清明节前，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绽开黄色的小花。鼠曲草，当地人叫艾草，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，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。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，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。与鲫鱼同煮，去腥提鲜，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。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，加入糯米粉，揉捻成团。花生碎、芝麻、白糖、椰蓉做馅儿。树菠萝叶衬底，蜡质表面不易粘连。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，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，相互交融。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，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，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。东莞常年湿热，四季没有明显变化，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，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，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，也能精准把握。初夏的清晨，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。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，表面开始凝结，到了关键时刻。整张挑起，分离出腐皮，油润透亮，其薄如纸。小心划开，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。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，但在东莞，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。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，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。我从1962年跟爸爸干这个做腐竹。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，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，30摄氏度，只需要2到3天，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。成品腐竹遇水后，逐渐恢复活力，变得松软弹嫩。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。与鸡蛋、红枣熬煮，
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。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，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，先过油，熬出白汤后，再加入腐竹，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，鲜味成倍放大。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，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，回味悠长。如今，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，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。第一步，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，脱皮后研磨，让豆浆更加细腻，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。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，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，避免沸腾。风扇促进空气流通，加快表面冷却。因为网络，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。不过，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。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，被称作腐皮豆浆。豆香浓郁，口感黏糯嫩滑，略带胶质。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。真係有冇晒咯？潮式搞勻嘅嚇。沿海地带，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。大薯，颜色接近紫薯，口感类似山药。与红糖、鸡蛋熬煮的糖水，色泽温暖，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。